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呢很有法味哦，大家要很用心听哈，最好是带着有消除噪音跟杂音的那个蓝牙耳机来听啊，在没有这个杂音跟噪音的干扰情境下来听呢，效果会比较好哦。那我们今天讲话的速度也会稍微放慢一点哈，让大家能够听得明白啊。我们今晚的主题是有为法是事相，无为法是真理啊。有为简单讲就是有所作为啦，那有因缘造作之法叫做有为法啊，那没有因缘造作之法啊叫做无为法啊。那有为就是有生有灭，有来有去；无为就是不生不灭，无来无去啊。有为法是有形，无为法是无形啊。所以有为法是有形，所以是事相啊；无为法是无形，所以是真理啦。那一切有为法呢，都是仗着因，拖着缘而生起的。如果没有生起的缘呐，或有因而无缘呐，则法终究不生啊。所以我们才说法不孤起，障尽方生呐。那这个尽呢，就是缘呐，因缘的缘的意思的哈。那法呢，就是指有为法，也就是世间的一切现象啊，包括生老病死、生住异灭啊，这个都叫做有为法。那整句话的意思是说啊，世间一切现象不会无缘无故自己生起来，一定是有缘而生起，缘灭而散。那有因也有缘，才会造作生起一切的法。而因一旦种下去，它就不会消失的。所以没有人讲说因生因灭，而是讲缘生缘灭了。然而，如果因种下去了，但缘没有成熟的话呢，果也是不会出现哦。啊，这个不是不出现，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啊。因为这个因它不会消失的，它是在等待因缘成熟啊。所以因是关键呐，啊，也才说菩萨为因，凡夫为果嘛，啊，道理在此啊。2013年6月，也就是11年前了。那正言上人在全球的董事会当中啊，祝福马来西亚慈济据点能够做到100万菩萨大招生啊，也就是说1年之内呢，要接引100万个新的会员啊。那上人既然开口了，一定有他的因缘啊。因此呢，全马的慈济人呢，就把这个祝福呢当作一项大礼物啊，欢喜接受啊。那这个100万会员就是一个世间法啊，它不是目标啦，而是个过程啦，是正言上人对弟子的善巧全教。那100万是有数量的数字啊，所以是有形的有为法嘛。那真正的目标不是100万，而是无量。那无量因为无形，所以是无限宽广、永恒不变的无为法啊。因此100万是事相，无量是真理。100万是世间法，无量是出世间法，两者互相搭配，就叫做开权显实，也叫做饮食施权啊。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能发大心立大愿啊，则100万也只不过是个小数目。你不敢发心立愿，则区区1000也是个大数目。有心要做，则100万不难呐；无心要做，则1000也难呐。有心要求法呢，千里之遥也不远呐。那无心要闻法呢，近在隔壁也不来啦。看起来是近在咫尺啊，其实是遥不可及啊。因为心的距离也可能是最近，也可能是最远的。其实啊，即使接引100万会员做到了、达标了，也不必沾沾自喜
更不要执着在这个，不要着相在这个目标的达成充其量呢，这个只是个化成而已它只是阶段性的目标而已。真正的目标是什么？虚空有尽，我愿无穷现在全马来西亚的持续会员大约是250万左右了现在也不必再讲进一步要达到300万或者500万，不必。走过100万会员这个化成之后呢，接下来就是直接迈入了无量，直接从有形的方便法进入无形的真实法这样就是从方便走入真实也就是从有为进入无为简单讲就是以俗事显真理意思的。圣严上人曾经开示说道，有为法是妙法，无为法是真空。意思是说100万就是有为法嘛，对，100万就是妙有，无量就是真空。也可以说100万是缘起，无量是性空。那100万会员强调的是什么？要去努力接引有心人跟有缘人嘛。那无量是强调什么？在投入的过程中，不要落入数量跟数字的名相当中这样就是从有为的妙法进入了无为的真空，叫做真空妙有，妙有真空也就是过程尽心尽力，结果呢一切随缘。这个简单讲就是缘起性空了性空缘起也可以的。然而这样的妙有是有而非有这样子的真空是什么？是空而不空看似有实则空，看似空实则有空有也是不二心经所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是这样的道理同理，有为法跟无为法也是不二离开有为就没有无为了离开无为法就没有有为法了啦那以此类推了，没有方便法就没有真实法，而没有真实法，则方便法就会偏差掉了。也才说佛法不离世间法两个都必须双轨并行相辅相成才可以只强调出世的精神，但没有去做入人群的入世工作，这样佛法会流于理论化而没有生活化。这个叫做口号呱呱叫，行动不对号相反的，有入人群去做人间事，但却没有用出世的精神这样就是刚刚讲的入世的方便法就会偏差掉了，变成是独断独行，我行我素，而不是依教奉行没有依教奉行就是偏差掉了所以有为不妨害无为，无为也不妨害有为，两者是同时可以并存的。这个是佛法中道实相的道理也是无漏的实相这个道理就譬如什么呢？没有烦恼没有菩提但没有污泥就开不出莲花但没有苦境就没有甘来中间的微妙就在什么？事情的一体两面以前正言上人呼吁慈济志工要晨钟起熏法香每天早上要早起精进闻法。那有些人虽然有心要去金石堂做早课但是没有交通工具那么早也没有捷运跟公车因此呢，就有志工发愿呢，成就别人，每天开车负责接送有心要去闻法但是没有车子的这些法亲们那奥妙之处就从这里产生了。负责接送的人偶尔也有懈怠之心嘛今天累一点了，休息一下但是当他想到不行有人在等我接送所以他就没办法的，不得不还是要出门。那而被这个接送的人呢，
有时候也会有懈怠之心今天累一点或事情多一点，想休息一天。可是想到，哎呀，人家常常来接我，有人会来接他因此他也不好意思不出门的啦。就这样的彼此联动互相鞭策的情况下呢，彼此成就。结果这辆接送的车子呢，每天都准时载大家出去找课这就是法妙，法的奥妙之处也是妙法。有些学校会以洗厕所来惩罚那些成绩不好或行为不良的学生嘛，对不对？然而慈济小学的学生，他必须表现优良，才有机会去洗厕所这个就好像10多年前马来西亚的一些教师联谊会的老师会带领他们学校的学生来慈济的环保站做资源回收跟分类，但是要有条件条件就是参加的学生必须是功课跟品性表现良好者。那这个也是逆向操作的微妙法对不对？所以证严上人曾经开示说，推动慈济事业，将有为与无为法，有为法跟无为法搭配运用，这也是一种巧妙而把它用在人群中跟生活中了，就变成妙法。有一次我在随师中听上人开示一句话，上人说法华经随便挑2个字来讲就讲不完的，是精神层次非常高，而且极其难懂的一部经那法华经虽然很难体会然而真正的体会是在日常生活中跟工作中所以要用世间法去体会佛法，要先人缘事缘理才会圆因为慈济人慈济事就是真人真事，而不是如是我闻我听说的，不是。大台也有播出来活生生的人跟事这些都是如是我做因此法华经它不只是拿来唱诵而已而是要把它拿来铺在地上去走，来做，来实际行动那这个是全球已经有很多慈济志工在做的也做了快1甲子了因此呢，要说道理很深，的确很深，因为不容易懂刚刚前面一开头我所分享的如果不是很用心去体会的话是不容易懂的这个就是虽说甚深，但却微妙的道理听起来确实是很微妙嘛，对不对？所以正法入心很重要了如果要信受奉持正法，就不能陷入知见的丛林里面，稠密的森林的意思丛林里去执着那些虚妄法跟类似法。意思是说，听他讲起来好像很真实再用心仔细去听，好像不是很就近甚至是什么很类似而已的，是似是而非的，看起来是类似，其实非正是看似真实，实则虚妄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要入真实之道去见闻正法，就不可以有身着虚妄法，坚受不可舍这句话是佛陀警惕舍利弗的一句话，尤其我们也要警惕自己切莫于法自障碍，莫笑5000退息人唯有舍离妄知妄见，定知定见，跟我知我执我见能这样把自己放空自己才有可能找到真理那一个人如果心中经常是身着虚妄法，坚受不可舍就没有空间植入正知正见这样很容易因为无明障蔽而造成心门不开，正法难入心门太小，大法难投心门小，烦恼就大心门大，烦恼就小这是比喻那个根基狭小或心存定见的人这样的人
要入法是极其困难的。那如果是邪知邪见，那就更严重了哦。所以知见不正或知见颠倒，佛法上叫做见浊啦。见浊也是我们讲五浊恶世吗？其中的一浊啦。那心无正信正念的人呢，会因为心中充满了负面、悲观、消极的思维，而难有正向、乐观、积极的进取心呐。所以培养正念的思考习惯，也是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要做的功课了。只要让那个正思维充满在我们的八识田中起心动念不离正法，自然而然就没有身着虚妄、坚受不舍的这种障碍，就没有了啦。这样就是什么？去妄归真呐。所以若能明心，外道经典都是正法；若不明心，学佛多年还是外道。那什么是外道呢？心外求法就是外道了。或者是说很爱行善，但也很会障碍别人行善，很会布施，却也很爱计较，很会付出却无法成就别人，没有成人之美虽然入佛道，但私心还很重心中没有正念有以上这些现象，都叫做外道。听起来有点恐怖因为我们以前好像也是在外道里面现在可能有些人也是这样子包括我们自己有时候在外道，有时候在正道有时候心宽念纯，有时候心不宽念不纯，不是吗？好，佛陀在世的时候有96种外道，这些外道很容易辨认但是佛门里面的外道就很难去辨认，因为他说的也是佛法然而却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刚刚讲的嘛，似是而非嘛，不是吗？不过只要我们有智慧自然可以明确分辨他讲的是真实法还是类似法。要探求无为法，就必须行于菩萨道的真实之道。真实之道就是入人群做人间事就这么简单。因为没有做人间事，就无法体会天下理这种有为法的真理是存在于时间、空间、人与人跟人与人之间也因此呢，这件上人才提醒我们嘛，要说法之前，要先说事相，有俗事才能显真理这样才是以事显理理事相通这是一语道破菩萨道的精神。人生很苦生命无常有为法，有生有灭所以苦跟无常都有来有去，有生有灭嘛。在生住异灭中呢，循环不止所以是有为法。然而能生病心不病生苦心不苦甚至以苦为师不但没有苦中作乐呢，还苦中可以说法这样妙用苦境当作助修，将很苦转化为很感恩，将很辛苦转化为很幸福或者将很讨厌转化为很欢喜这个就是一种性灵的提升这些都叫做无为法，因为这已经是牵涉到出世的精神也是正悟的理念所以是无为法。那人群中做人处事，难免会有人事问题人我是非但这些凡夫团体里的现象跟事项，有起之源，也有灭之时嘛，这个都叫做有为法然而如果能够将是非当教育，把人言可畏妙用成为人言可贵或者将随心所欲妙转为随身教育这样就是透过事项去彻悟真相，去体会真相的意思了把它提升为我们智慧的妙法。那
这个道理也是出世的精神，叫做无为法。如果把人事或是非当作烦恼，那就是落入有为法的事项当中了。相反的，把人事当作教育，那这个就是彻悟了无为法的真理了。比如本来觉得人生很苦啊，后来走入人群，深入苦难之后，发现还有人比我们更苦哦。哎呀，这个时候才学习到什么？见苦知福啊！看到别人很苦，才知道自己是很有福啊！也因此呢，比下有余的啦，你不要去比上不足的啦，比下有余的。那这个时候就会升起什么？知足感恩之心嘛！这叫做以心转境，以念转运呐。即使还是有苦，也能苦而不怨呐，至少不会埋怨呐，对。而且呢，吃过苦，才知道说什么是乐嘛，没有比不知道啊，对不对？心念能够这样的转化，叫做自转法轮呐。法轮转则心轮转，心轮转则智慧生，当下就离苦得乐这个就是把苦集灭道的四谛生灭法提升为一圣真实法。这个就是从有为进入了无为，从方便走入了真实的这个微妙法了。有一次证严上人在行脚中对众开示说道当初佛陀在转法轮的时候机缘还没有到，还不能唱演大乘法只能教小乘法跟方便法就用什么四谛法嘛就是苦集灭道去结合人事地物，这样透过有为的苦空无常无我的人间相去深入探求跟解释无为法的真理这个就是在说一圣妙法，也就是转最大的法轮所以慈济的修行法门也是巧妙的将有为法跟无为法呢交互运用这就是妙智许多国际救援团体前往非洲去发放生活物资各位都看到那电视的画面嘛，再送物资的卡车一到那个下面的那个灾民也好，难民也好，人潮汹涌大家抢成一团发放的人也不敢下车就在车上把东西丢下去疫情之前呢，我们去辽国发放，那时候辽国的水怕溃堤我们去发放政府也是用直升机飞到靠近地面的时候呢，把生活物资丢下去结果跑不动的大人都在家里，真的到现场去抢物资都是小孩子，也是抢成一团。但是实际在南非辛巴威、斯瓦蒂尼、奈索托还有很多国家还包括莫桑比克在他们的贫穷的村庄定期发放发放现场不是这样子它是村民整齐列队井然有序而经过培训后的这些黑人志工他们也已经学会用感恩、尊重、爱的方式呢，就跟村民互动，同时也懂得去激励村民们不要等人来救自己就可以救自己因此，当地的村民纷纷投入各项志工的行列现在光是在莫桑比克呢，大约就有1万多个黑人慈济志工你看这个力量多大！也因此呢，证严上人在开示的时候就说这是令人感动的，穷人救穷人，给的物资虽然有限，但所给的心灵道粮却是用之不竭这就是贫中之富了，也就是人文精神。上人并且说佛法在莫桑比克等这些非洲国家大转法轮也大转心轮这个就是无助无为的无为法，留给他们资粮千年不变的那以上所讲的就是从有为的事项进入无为的真理。笔记本来自纸嘛，对，笔记本里面都是纸张嘛，对。那纸张来自什么？纸张来自纸浆那纸浆来自哪里来自树木那树木来自哪里？来自森林这整个过程中
还是来自最初的一粒种子哦。一片的森林看起来最初是一粒种子而已啊，这种杂种成树啊，再变成种树成林呐，这整个始末过程呢，就是个事项啊，看得到啊。它有可能枯掉了、死掉了，对，看得到啊，有生有灭啊，所以是有为法。然而其中所蕴藏的，从没有到有一粒种子到出一棵大树啊，从无到有，后来从有又到无，这种成住坏空，也是天地万物的道理呀。这个就是真实法，就是无为法、无形的道理。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佛法的真谛，也就是《无量业经》里面所讲的一生无量，无量从一生，这个也是真实法，永恒不变，不生不灭，都是无为法。人群中修行也是需要人智跟体智双轨并行啊，有人跟事啊，所以才会在不同的人身上冠上种种不同的头衔，不是吗？这个就是世间法。然而以佛法的角度来看呢，这些头衔它其实就是一种代名词而已啊，叫这个名字就是叫你啦，那是个假名相啦。那由于名相跟权力是互相依存的我是什么长，我就有那个权利啊。虽然修行不讲权利的，但是凡夫还是会认为我有这个权利嘛。对不对？所以名相跟权力是互相依存的，所以佛法才警惕我们不要执着于头衔的假名相，因为名相也是一种有为法，而一切有为法，刚刚讲如梦幻泡影嘛，诸法皆空嘛，不是吗？我们如果执着它，那就是执空为有，执妄为真这样就会落入着相的烦恼啊。一些道德崇高的古圣先贤呢，他们有这种保帝王将相而不为的傲视风骨，这个就是不着名相啊。你给我什么名相我都无所谓，有也好，没有也好，甚至呢弃之如敝屣好像把它看到一个破鞋子，把它丢掉都没有关系的意思啦。在这个情况下呢，只要我们稍一不慎，那很可能就会以自己的头衔去颐指气使啊，那深信以自己的权力就可以掌控一切造成权力的傲慢那这样就叫做认贼为父啊。所以以自己的头衔跟权势去勉强别人要服从他这样就是执着于事相能以德服人才是进入无为法的境界之中凡夫看到欢喜的就想占有、想拥有，那觉者看到欢喜的是心生珍惜跟感恩所以有时候呢，同一件事情，凡夫看到的是有形的有为法，觉者看到的是无形的无为法这个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啦。所以有为跟无为也是一念之间然而要起这一念，也是要千锤百炼跟千雕万琢之后才能产生所以才说转个念头几秒钟，做足准备几年功。那行菩萨道就是要勤修六度波罗蜜功夫就在这个里面广清老和尚呢开示一句话很好，他说做到要死都是很卖命的做代志啦，这叫做布施啦变上尾一口气嘛在所不惜啦，这是精进啦结果呢做到老官像老烂又变成闲这个就是忍辱好人嫌被人家嫌我们心没有动也不会难过就是禅定但是没动心但别讲动口去回嘴这个叫做持戒，不造口业如果想得开想会开，那口气呢压落来，
忍下去，吞下去，消化掉，这叫做智慧。最后一个智慧啊，这就是六度总修啦。学佛不管哪一个法门呐，六度波罗蜜都是必修啦。啊，有一次呢，我们一行人呢随上人行脚到南部去啊，那一位随师的师姐禀报上人一则消息啊，他说上人某一个国家的政府哦，他颁发一个奖项给那个分会的负责人呢，他个人颁给他个人呢。那这位师姐语带不平呐，哦，感觉很不平的向上人说道：“为什么不是颁给慈济团体，而是颁给个人呢？”哦，上人立即就当众开示啊，任何国家颁给慈济，无论是团体或个人的奖项，都是有违法，不要太在意。所以有形的有为法是有生有灭嘛，来来去去嘛，最后都是什么？如梦幻泡影的，不是吗？因此不必随之起心动念呐，反而我们要在意的是什么？其中蕴藏的真理，因为是无形，所以我们很容易忽略它。这个才是要用心探求之处啊！啊，这里面讲的无形的真理，就是最后都是一场空。这就是永恒不变的无为法。那上人是在提醒那位师姐的哈，要在意的是无为法的真理，而不是去计较那个有为法的事项啊。那实事求是这4个字道理也是一样哦。第一个那个事啊，事情的事啊哈，就是事项啊。最后一个是啊，这是非的是啊，就是道理。实事求是啊，借着实际的事项去探求事物的本质跟它不变的真理。所以实事是有生有灭的有为法，是事项也是方便法。求是啊，是实事求是的求是啊，是不生不灭的无为法，是道理也是真实法。那实事求是讲的是什么？透过世间的真人真事去探求实证的学习态度跟方法，这也是不离实相跟真理的追求啊。那跟这个与时俱进啊，去融合科学跟科技的精神，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也是带领我们由方便进入真实，这样才是务实啦。啊，所以正行上人才说嘛，要真人真事，合情合理，才是让人可以听得懂也做得到的真理。这也是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呐。好，我们今晚读书会有为是事项，无为是真理，就分享到这里啊。希望大家能够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感恩大家的聆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